目前呢，我们画的这个案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偏
之前我也在那儿待了小一段时间，有7年了，饭还没吃完呢。好的，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易德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那非常开心，我们各位新老小伙伴们、新朋友是吧？老朋友们，我们呢又见面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我们要画的这张案例呢，它是黄君璧，依然是黄君璧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之前我们已经画过不少了，对吧？但是他的画相对来说是比较直观，也比较容易上手的。这张画的名字呢叫伊瓜索菲瀑啊，伊瓜索菲瀑，他画的呢是国外的一个景象，也就是阿根廷和巴西交界的地方，一个叫做伊瓜苏大瀑布啊，据说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哈。那有兴趣或者已经去过的小伙伴呢，以后呢多去感受感受，甚至也可以拿着我们的毛笔，以我们水墨的方式呢来给它体现一下啊。好，我们简单说到这儿，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张作品哈。那这张画也是他作者，因为他特别喜欢表现云水瀑布，所以他画这张画的时候呢，也就是他在游览了这个地方之后，回归到家里边啊，他家里边的一个斋号，一个堂叫白云堂，白云堂啊，在这个地方呢描绘的这张作品啊，他的画不仅有金钩细染、色彩缤纷的这种效果，也有呢壮丽宏大的这种飞流瀑布的景象。云水瀑布正是其最突出的画面特色。我们常说图绘以尽其状，诗文以尽其情。作者呢直观且突破传统的表现形式，他捕捉了大地上最纯粹的这种生命的动力啊，生命之源，对不对？好，他的画呢，我们说像这张来讲的话，就比较清新淡雅，而且呢散逸高远，而且比较宏大辽阔因为这个瀑布据说宽远，现实情况下它的宽呢大概有据说上千米宽哈，
世界上最宽的瀑布啊以后有兴趣大家可以拿着照片来写写生，好不好？右边是咱们的工具提示，做好先的准备。接下来我开始要调转镜头，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画画了啊！好嘞，各位小伙伴，能看到我的双手吗？能看到我的双手，来敲两个数字5啊！来敲两个数字5啊！我们就要开始的带大家上手了。如果黑屏了或者卡顿了，可以先退出一下，再重新进一下直播间，看看是不是自己的网络或者自己的设备卡顿了啊。好嘞，好嘞，看来咱们的设备都一切通畅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呢就要正式的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画画了。我们需要用到的笔是吧？首先准备了一支咱们的这个尖毫，一支尖毫笔，或者准备一支狼毫笔，我们用来都是偏小号的或者中号，我们尺幅不大嘛，用来这个勾勒和皴擦这个岩石，对不对？好，来塑造甚至于一定的叶片啊。画叶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支这个小号的白云笔是吧？白云笔羊毫嘛，它水墨比较饱满的笔点，去用这种白云的笔啊处去塑造呢，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啊，更方便一些。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在画面中间可能会适当的去勾勒到一些小的树枝，这张画没有特别多的需要你精细的去刻画的细节，但是呢，大的一个瀑布效果或者对水纹的勾勒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准备一支小号的这个小红毛或者狼毫笔，我们用来画一些小树枝等等，好吗？这是一个我们就说到这儿啊，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开始带大家一起来动手感受了咱们的墨汁用的就是咱们的红星的墨液，在咱们的橱窗下方，大家都可以看到油烟墨它是比较浓重的，基本的这种小的碟子啊、笔洗啊、毛毡我就不多说了哈。然后我就拿出还是用这支狼毫吧，狼毫的方式开始大家动手啊。笔洗我就放到边缘一点，我们尽量让这个调和墨色的过程，让我们的小伙伴都能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好不好？好嘞，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可以点一下左上头像加关注，不迷路。以后每一次直播都会给大家提醒的啊，都会给大家提醒。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成为咱们的团宠，在我们的群内，你就有权限申请进群了。在群内呢，可以获取我们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吧？提前一天都会给大家预告。来。我们先把这个什么毛笔呢笔肚刮一刮是吧，也依然是把毛笔浸湿之后，笔尖蘸一点浓墨来调和就可以了哈。太浓我们就加水来调和，太淡就加墨。好，用湿笔纸吸毛笔的笔肚吸毛笔的笔肚。右下角5点像特有灰，是因为我这个麦。好，我再给打个灯啊。好，这样应该好一点点啊，这样应该好一点吧，因为我头上就是放了一个麦在我嘴边是吧？不影响咱们观看就可以了啊。我们画这张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是一个从左下角往远景的方式去推的一个视觉空间，对吧？那在画的时候呢，有1层、2层，至少3到4层的这个空间的纵深，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大家伙儿就要把这种空间感呢，给它递进的关系塑造出来，好吧？我们以比较浓重的墨色我们开始从纸张的左下角来入手。是小号的这个狼毫，小号的狼毫。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画面的中心点哈，横竖十字线交叉的地方，我们左上角屏幕已经给大家画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观察，你甚至拿尺子去大概找一个中心点都是可以的。把这个大概的中心点确定出来之后，
我们就以这个点来参考物体的位置和大小，好不好？好嘞，不好意思，刚刚弄了一下。我们用一点点比较浓重的墨色啊，比较浓重的墨色，把这个横着的中心线，在横着中心线以下大约2到3指啊，2到3指，我们确定出了这个斜坡的最高的点，是不是最高的点？那么它最底部啊，这是一个大概的三角，或者说一个梯形，对不对？好，它最宽的地方大概画到哪儿？这块岩石。大约画在竖着的中心线到整个纸张左侧边缘一半偏右，大概2到3指啊，2到3指。我们可以把这个大体的位置确定好，大体的位置确定好，好吗？这个位置确定好了之后，我们呢逐步呢去带着大家推着往后边走啊，推着往后边走。是的，用的这个纸是小黄车里边的。好了，我们开始大家动手了啊！我们首先从它的这个左下角，用比较浓重的墨色啊，我还是稍微勾勒的浓重一点点，浓重一点的墨色，是吧？我们把这个轮廓形儿是吧，给它大概勾勒出来。勾勒的时候，我们呢中间可以给它多交叠几层，不用是一根直线下来的，是吧？或者就一个轮廓线，我们可以适当的交叠，多一些穿插的结构。好，这是这儿，我们呢稍微可以推进一点点啊，推进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的会更加清晰一些。然后在它的旁边是吧，右下角其实都是一处处的高矮错落的斜坡嘛。顶部呢浓重一点，下面虚一些啊，下面虚一些。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来，我们现在可以有工具的小伙伴就可以先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刚勾勒一个大的轮廓，从左下角的角度勾勒了一下，勾勒完了之后，然后我们从它中间是吧，由大的轮廓再到里边呢勾勒一点点小的这种结构线啊，小的这种结构线，从左上角。从左上角依然是左上右下的带出一些结构线，是不是？好，把这个岩石啊多一些这种交叠，或者它有一些前后的小的层次啊，小的层次。这些线条不是一些直线，它有一定的波折，所以它就不至于让它看起来就是说平行了，完全是不是？因为它有角度的变化，虽然大体的方向呢偏一致，对吧？线条它不是那种特别直愣的线，然后在前后交叠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又要给它做一定的过渡啊，墨色的过渡，比如说这块的结构线，我们再给它加下来啊，加下来。从这根线是吧？这2根线，一个是在前，一个在后，我们就给它区分出来了，是吧？这根线在前，这根线在后。那我们从前往后啊，跟着这个岩石的结构线，比如说用我们传说中的披麻皴，是吧？好，好。对于今天这个岩石怎么去皴擦，我们呢先给它简单说一说，不然一会儿大家会比较懵啊。因为这个岩石呢，它塑造的都比较含混。来，我们前方在塑造这样的岩石的时候，我们用以前我们跟很多小伙伴讲过的哈，当然这个呢可以作为咱们基础教程，也会放到我们的这个到时候购买了回放课程的这个课程里边，我们周2就开始更新啦。如果想要学习的小伙伴，以后呢可以抓紧机会。我们从上往下，
比如说拾起，就是入笔的时候沉稳一些，拾起虚收，对不对？好，可以柔韧一点，不一定要特别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流畅，是吧？你可以流畅，也可以柔韧一些。好，头重脚轻，是不是柔韧的中锋线条？然后呢，这是单根线，是吧？一头重，一头轻，一头粗，一头细，是不是？相对而言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在组合的时候呢，我们说适当的给它交叠，对不对？好，交叠的时候，我们肯定都是跟着这个岩石结构线去行笔，它是有长有短的，是吧？有长有短，不可能画的都一样，而且会适当的叠加，不叠加的话就笔笔平行了，是吧？好，由浓画到淡，是吧？由湿润画到干，是吧？它就开始有这种飞白出现了，是吧？好，让这种笔触留的缝隙呢，不能看起来太过于均匀，甚至于突出。好，然后我们呢，再给大家从上往下画，不能齐头并尾，对不对？好，那么当我们这是我们在皴的时候，我们说有重有轻，是吧？有实有虚，有浓有淡，有湿润有干枯啊，这种变化在里边。那么实际在画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不是说完完全全必须是从左往右，而是我们可能兼顾的，都在里边，都兼顾的在里边啊。千里江山图没抢到，好，回头我们问问啊，问问。好，这个大概理解了吗？大概理解了吗？不要齐头并尾，它要参差错落。理解了，敲个数字1啊。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带大家皴了。皴的时候，我们的用墨它往往比我们的轮廓线要淡，在这块儿咱们可以稍微的慢一点，慢一点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理解，或者说去扎实的去塑造这个岩石。好，然后从上往下。然后我们跟着这个岩石的结构线是吧，从上往下，我们给它稍微的带着皴一皴，带着这种笔触，从岩石的边角往右侧。但这种线条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让它特别的明显或者说清晰，对吧？因为它原作最后都是什么，要以大的墨块之间的墨块与墨块之间来形成一种对比。而不是来强调单根的或者说局部的某一些线条的体现。好，这是我们把前方需要突出的某个局部给它画出来了。好，从下我们从上往下，从下往上都可以。好，岩石之间的这种交叠，皴擦的墨色的交叠，给它衔接的起来。我们刚刚是从上往下皴的是吧？从下往上其实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有的时候皴的时候会带一点点擦的感觉。好，比如我这块还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蓖麻皴的方式啊。但我们用的时候其实都没有那么规整，因为它的画不是那种特别传统，它不是那么的传统，对吧？因为它用笔很鲜活，很具有写生的这种一些不经意的偶然性，对吧？用笔的时候，或者说这种用笔的洒脱感啊。好，从上往下，从上往下，我们可以稍微的擦一擦，不能让这个画面的这个笔触啊，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轮廓线啊，或者我们皴擦的笔触这么的单一跳脱，融合到里边一点啊，融合到里边一点，然后我们再来一点点啊，再来一点点从上往下的这个皴擦的笔触，是吧？我们是把墨色统筹，而不是要完全的覆盖，就是让这些墨色啊，它们之间呢，这个对比或者留白和我们画过的地方啊，更加的统一，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在这个下方啊，在这下方的地方，这块岩石上的留白它都很少，都很少。皴完之后，可能有的小伙伴说啊，老师，我这个不知道我自己画的是啥了。我们可以稍微的把这个皴的岩石
的轮廓强调出来，适当的去强调出来，是吧？适当的强调出来。当然，这张画最后我们可以自己着一点颜色，纯水墨的呢，可能不太符合我们小伙伴们的一个口味，是吧？好，左下角你看，我们可以用比较松动的这种像是点，是吧？比较连贯的笔触去给它点出来。好，给它接到边角，这是我们画第一块岩石哈，在塑造的时候，好，中间我们画完之后，来一点点重墨，点在比如说这个斜坡转折的一些地方，是吧？需要一些重墨去点缀到中间，不能让它完全是吧？没有更丰富的墨色的这个层次在里边了。村的可能看似比较随意啊，但是确实需要它这种灵活感在里边。左侧有咱们的工具清单，包括用的这个纸张的尺寸，好吧？这块我们画到这里，然后再来。这是我们画的最左下角，是吧？主要都在这个斜坡的地方啊，我们加的这个转折的地方啊，加的这个墨色比较浓一点点。好，底部呢，其实都还是墨色，并不会特别的跳脱的啊。底部它要虚接啊，虚接。这个笔都在咱们的小黄车里边啊，都在小黄车里边。用的是一支狼毫的小号。好，这块大家跟着画出来了吗？好，岩石的厚重感和用墨的这种苍劲是吧？枯涩。1号链接有多少节课？至少120节，还会加赠我们的基础，还会给大家加赠一些基础技法教程和历代经典的临摹。我们下周2就开始正式的更新我们的基础教程了，所以不要错过哟。啊，错过了下次就跟着就费劲了。来，我们呢在它右侧边角要开始加一些树了，对不对？高矮错落的加一些树，而且它这些树呢主要是以墨点的方式体现。你可以尝试呢用颜色的方式，是吧？来加一加都可以。我用的所有的工具呀材料都在小黄车里边啊，回过头来慢慢去看。从上往下，大约在横着的中心线的位置，我们找到横着中心线的位置哈，或者上下嘛，我们就把这个树啊，这个树的这个什么大体的树枝啊，或者说这个树的姿态确定出来了，对吧？好，然后我们从下往上。从下往上，好，大概出这个树枝在上方哈。这是我们画的最左下角啊。这个时效是永久啊，可以永久观看的。然后再从下往上，再稍微的加几棵小树。这个出枝，如果有小伙伴说我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去加的，你大概给它勾勒出像那么一棵树的形象，这个形象即可啊，就可以了。因为这些树呢，这个树干呢，它最后都被叶片给遮挡住，是吧？所以你只要把大体的外在的轮廓或一个基本的姿态的走向，我们给它确定出来就行。
然后从下往上，是不是？我们可以，你看来一些这种墨点啊，含混浓重的墨点，一会儿呢用来去衬托外边的边缘。有个小伙伴在画这种，它其实就是一种杂树嘛，它体现的。在画这种树的时候，水墨饱满一些啊，让这种笔触的边角这种枯涩啊，或者说散碎啊，要给它覆盖住，然后笔笔都是那种枯涩的笔在边角，这个画就显得松散，显得松散啊。好，我们呢大致让树梢部分呢细一点，树的这个根部呢粗一些啊，粗一些。你要水太大了，你也同样控制不住这个笔触它阴的那个痕迹，对吧？都是适中就可以了。好，然后咱们再从这个上方啊，再从这个顶部再来，我们可以用这个白云笔哈，它蓄水啊或水墨水分呢会更饱满一点。我们的白云笔啊，然后用的墨色它相对可以浓一点点。拿一个碟子来，大家可以看到，好，蘸取一点点浓墨。我们从上往下，你甚至于可以先淡后浓都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先来确定它的姿态是吧？横向的这种笔触啊，扁平的这种笔触，可以把我们整个树的一个姿态给它点出来啊，给它点出来。点出来之后，笔触上下之间它可以有一定的连叠，笔触之间的缝隙不要让它显得特别多，太多就显得比较松散啊，比较松散。好，然后我们再往下方走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再加点水，好，让这个墨色呢变得更淡，对吧？好，有一些这个层次上的变化。因为一大簇的这种墨块儿啊，其实最需要大家去处理的就是这种整体的感觉。整体的感觉是什么？就整体的一个造型，还有一个就是墨色嘛。这个外在的轮廓看起来像那么一棵树，是吧？经意不经意之间的是吧？像那么一回事儿。然后呢，要有一定的墨色层次和变化。有的小伙伴就一点一点的点上去，虽然画的特别的虔诚哈，但是我们还是要让它这种笔触啊有一定的连叠或者疏密的关系，是不是？疏密的关系，该密集的地方我们就要让它密集一点点。好，比如说在它根部这一块儿，根部这一块儿，我们需要又加一些重墨，就不能完全是墨色，你看都一样，看起来它就不是很舒服，对吧？我们呢就可以在它根部这块儿呢，要有一些过渡或者是层次上的一些区别啊。当然，我们根部这块儿它肯定是不会留太多的白啊，不会留太多白。我们一会儿可以用比较，比如说像点苔点似的，点苔点一样的笔触啊，来点在咱们岩石的边角，点在岩石的边角，是吧？来衬托也好，也可以当成我们的这种树叶的点。好，然后就是这个岩石和树叶根部这块儿，它不会留特别多的白，你可以留一点缝隙在里面。一会儿我们用一点淡墨给它染一染就行，是吧？好，左边我们呢可以点的这种叶片呢，就用小一点笔触，是吧？小一点的笔点，好，点出这种含混茂密，笔触上下左右是吧？一个点跟它上下的点可以有连叠，左右呢它也可以有一定的连叠，边缘呢可以适当的松散开，但是不要所有的点边缘都松散了哈，那样的话就显得呢没有姿态了，就显得散乱了。好，在它底部，好，给它叠加起来。稍微的给它加一加。
好嘞，这是我们画的这一侧的这个岩石啊，这一侧的岩石。然后我们在这个左侧，是吧？宽一点，窄一点点。稍微的加加就行，稍微的加加。这块加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稍微的等等哈，稍微的等等，大家跟的怎么样？这块有什么困难啊？如果有困难，咱们呢现在就可以说说啊，可以先给大家解答一下，就可以先解答一下。白云笔是吧？好，可能有的地区呢，这个发货可能晚一点，你可以跟客服呢沟通交流一下，你问问实际情况，看他能不能再根据你的需要做一定的调整，好不好？好，欢迎各位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一下咱们头像加关注啊，左上角头像，因为每次直播都会给大家自动的提醒，还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在我们群内提前一天获取下一次直播的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吗？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然后我们从这个下方啊，好，大家周末愉快，早上好啊！大早上起来是吧？很多小伙伴可能呢还躺着的是吧？啊，边躺着是吧？边看，那手指头啊可以动起来啊，可以点点赞。好，左下、右上、高矮错落，甚至于呢，适当的去穿插交叠啊，穿插交叠。穿插交叠是吧？好，从下往上的去点，再从下往上，可以有一些不同角度，的，不要画的超过了竖折中心线哈，在它左下角，我们适当的这个去把这个底部的小树叶、小树枝给它画出来。啊，大家上午好，是吧？是的，大家都在卧游，大冬天是吧？这个被窝，我们说是上帝开着人间的分店，大家都不愿意起床了，是吧？嗯，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呢用这种稍微适中的墨色吧，然后依然是要去给它点上一些笔点啊，可以把这种垂落的感觉啊压落在左侧，就是让它平整一点点，下方让它稍微的什么不那么整齐，就感觉上方是水啊耷拉下来，这个上面它就更平整，是吧？好，这是我们带的这块的小树叶，把树梢部分呢，我们给它稍微的带一带，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怎么着？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些晕染了，把底部晕染下来。细碎的笔点来体现一些比较这个杂碎一点的我们的这种小树枝，是吧？好，给大家体现出来。在根部，我们用一点淡墨给它适当的擦一擦，晕染一下，和我们左侧的岩石都给它衔接。刚刚主要是以勾和皴为主，那么现在我们以淡墨的方式衔接
对不对？把左右都给它衔接起来，稍微高矮的这种参差的，带一点点像水雾升腾的这种味道，是吧？啊，水雾升腾的味道。它要和左侧的岩石是吧？过渡要自然，要自然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强调它整体的一种墨块的关系，为什么要把这一侧加重？是肯定，你们觉得它是为了什么？一般加重一个地方，肯定是为了凸显某一些地方，是不是？从它对立的角度来讲，我们肯定是为了要凸显一些旁边的这种水流。好嘞，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啊！不妨拿出工具来，跟着我呢一起画一画。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工具材料的小伙伴呢，可以尝试用其他的这种材料啊，其他的工具是吧？也来试一试啊，也来试一试。好，大家都很勤奋是吧？大周末的是吧？还能起得来，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周末要不赖点床，我们都是对周末的不尊重。好，我们画到这儿啊，画到这儿。好，我把这旁边那个灯关一个哈，不然的话看起来太炸了，是不是？光线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又要开始画的就是旁边的这个瀑布的造型了。旁边要把这个瀑布，这个前方，也就是在整个画面左侧，竖着中心线以左是吧？这个画面呢，它有1、2、2层瀑布，对不对？右侧呢，它有比如说1、2、3、4几个小的这种水流的瀑布，对不对？那么在画的时候呢，我们先把大的一种岩石给它区隔开这种瀑布的一个造型。所以在瀑布的这种宽的地方和窄的地方，还有水流精细的地方，那是我们需要去刻画的重点啊，是我们需要去刻画的重点。是的，是波云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从左边淡一点的墨色，这块大家跟上了没有？如果跟上了，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去做嗓子按摩了，对吧？好，回来了，有时间啊，咱们呢就可以现在动手了啊。时间还早，精彩的地方还没开始，精彩的地方还没有开始啊。行，啊，跟不上的就先局部的练一练啊。好，如果说有跟不上或者来晚了，甚至于觉得我这个太难了，没有工具材料啊，没法画的小伙伴哈，以后可以呢考虑进咱们的这个选择我们的回放去学习。用回放呢，我们说哪里不会点哪里，不受时间不受地点的约束，是吧？好，加够之后，以后永远属于你。晚上睡不着觉也可以起来画一画啊。好嘞。山石它只要把前后这种交叠的关系，大的这种墨块的这种区隔开就够了，没有特别多的一个体积，没有特别多的体积。来，接下来咱们呢用这个淡一点的墨色哈，左上角啊，左上角，我们先来把这个瀑布这个轮廓岩石给它确定出来。用的墨呢，并不是特别的浓重，从上往下流出2到3指，啊，2到3指这么一个间隔的距离。好，我们大概的造型。我们把大概的一个位置哈，给它大概定出来。再从上往下，我们画了一个岩石的高度。我给它拿个颜料管，可以比一下啊。我用一个这个颜料管可以比一下，你可以看我左侧大概画了多宽啊，画了多宽，大家可以看一看哈。然后再从右侧来，我们把这个岩石的一个高度。现在我们从这个上方啊，从这个上方
给它大概的是吧，勾勒一块岩石的这个造型，确定出来，它是一个偏方形的，是吧？偏方形的一个形态，它的这个墨色呢没有特别突出，大家记住了哈，最浓重的就这一块，最浓重的就这一块，然后稍微会重一点，就旁边的这些树叶了，就后面的树叶了，岩石都不会特别的重。朱墨雨老师可就是最好的，就最好的是吧？啊，好，然后我们呢再从你看最宽的地方也就到岩石的这个中心线的位置，甚至于还不到，对不对？还不到。那么上方的岩石呢，它还可能还会更窄一些，更窄一些。用的比较淡，你干一点、湿一点不影响。画岩石，你可以用相对干涩一点的墨色，干涩一点的墨色啊。好，我们在画这块的时候呢，可以边画边等大家哈，边画边等大家。然后我们最中间它不是分成两层吗？我们把这一层大致的记住哈，这个水流两侧我们在画的这些线条的时候，尽量流畅，对不对？好，流畅一点点，好，流畅一些。然后这个水流下面又是一层的时候，我们要勾勒出大概的这个间隔的石块，间隔的石块，在这个树梢是吧？齐平过来，大约间隔两指左右吧，2指到3指，然后没有跟这块岩石完全衔接上哈。岩石你看都是转折或者上方重一点，下面轻一点。为什么？顶部实，下面虚，这是我们画瀑布的一个基本规律嘛。现在又要画一个瀑布，也是顶部实，下面虚，对不对？它如果上下一样实，那跟下面就区分不开了，是不是啊？好，我们呢再从上往下画出一块这个线条。上方宽一些哈，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你水流当中间隔的石块，它没有特别多的这种造型的要求，你就间隔出来就行了，间隔出来就行了。用的是卡纸，用的是卡纸，因为宣纸它在我们画的时候，它不太容易干，而且容易褶皱。就是在咱们直播的时候画的时候嘛，平常自己画，比如私底下画，我们肯定也会，用更多的这种宣纸是吧，去体现。但卡纸呢也很便捷，其实现在我画的卡纸的这个数量，可能跟我用的宣纸差不多，啊。好，那么从它的右侧，很明显一块宽整的石块，然后右边呢一块比较细碎或者说线条反冒一点的这个石块。最宽的地方大约就画在是一个我们刚刚定的竖着的中心线靠左是吧？靠左啊，就是到下方的时候是直接在竖着中心线，那么上方岩石离我们竖着中心线呢大约2到3指的这么一个间隔，2到3指的一个间隔。到横着中心线的地方，就是这两大块，一块大的石头，一块小的石头的最低的点。小石头的这个最低的点就在横着中心线的差不多的位置上，把位置确定好啊，位置确定好，大体的位置确定好就可以了。好嘞，接下来我们呢要从上往下啊，从上往下，把它的这块石头，对吧？交叠开一些小的细节。
当然我们会不经意的是吧，用一些枯色的笔啊，给它带出一点儿村的形态、村的这种感觉啊，或者是结构线。好，把这个造型勾勒出来，它是一个梯形，对不对？只不过它中间呢会有一些这种交叠的这种结构，交叠的结构啊。好，然后接下来再从上往下，再从上往下，我们把这种水流的，哎，倾泻而下的大概的轮廓，是吧？我们先给它勾勒出来。如果这些东西你不勾勒的话，你就去塑造，你就散乱了。越是看起来这个形态也不是那么的明确的时候，我们越要去找一找它的这种造型啊，就是找到比较明确的这种造型之后，我们再去画呀，它可能对于大家而言会更好的得心应手一些。好，这一块的岩石它都是相互的去交叠一下，一会儿都会被塑造到，或者说被隐约下去，被隐约下去哈。我们还是用我们的狼毫哈，把我们的羊毫都直接这样皴了。嗯，好，然后从上往下，从上往下，然后呢，我们稍微的加了点重墨，把这个基本的轮廓给它勾勒出来。就是你勾勒的时候，如果说有些小的细节，比如说这种交叠啊，发现是吧，我们画的不太一样，这都很正常啊。我画的也不会跟它的原作完完全一样的。我们把这种交叠的关系给它带出来就可以了，以淡墨的方式啊带一带。我们画这个山水啊，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讲，可能最麻烦的就是啊，我不知道怎么去塑造这块岩石，是吧？其实也就是把它们空间和体块嘛，是吧？给它区分开。当然，兼顾一定的这个墨色的表达，是吧？笔墨趣味的体现。水流两侧，我们可以稍微的用平整一点的墨色，平整一点的墨色给带出来。就在这个水口的地方，可以稍微的浓重一些，因为它在前方嘛，它在前方嘛。好了，这是咱们画的这个最前方或者最左侧的这个瀑布的基本的轮廓，确定出来之后，我把中间塑造了一点，左侧我们也开始来塑造了啊。其实画这张画我都怕画太快，是吧？因为瀑布其实大部分是留白流出来的啊。好，欢迎各位新加入的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关注，以后每次直播我们都会有提醒，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的进入我们的粉丝群，获取每一次提前一天给大家预告的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不好？画山水用尖毫还是狼毫好？一般勾勒岩石，我们主要以比如说画传统更古一点的画，是吧？比如说古代的那些画作，我们一般狼毫更多啊，更多。像现在我们画的这种啊，用尖毫去皴擦，因为它更加的勾皴啊或者擦呀更灵活嘛，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用这个尖毫啊尖毫。好，大家早上好，早上好。来，我们呢再从上方把这块整块的岩石是吧？如果这一块岩石我们就仅仅是放一个特别方方正正的在那儿是吧？它显得是不是特别呆板？怎么去把这种大块的岩石给它丰富出来呢？好，这个时候就根据这种交叠的结构的位置啊，交叠的结构我们去延伸出它们之间的这种遮挡是吧？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十分三面，再分它的这种体块关系啊，不同的体块。是吧？好，再从上往下，
再从上往下，是吧？我们给它稍微的勾勒一下，勾勒一勾勒，把这个比如说顶面或者侧面它们之间的这种交叠，或者说是小的层次的这种关系呢，给它带出来，给它带出来了。好，从上往下。把底部这一块我们呢可以稍微的给它加一些这种什么，加一些这种结构或者浓墨啊，给它带一带。把岩石的厚重感、苍老、枯浊、比较枯涩的笔墨味道，是吧？给它体现出来，给它体现出来。然后在我们的瀑布中间的这个岩石上方啊，我们也可以带一带。有很多小伙伴在画这个瀑布水流的时候啊，昨天我在这个咱们的班级群内给他点作业的时候啊，发现啊，在画这种水口中间的这种岩石的时候啊，造型大家找的都还比较准确，但是对于这种平整的墨色的把控啊，还不够，不太敢去把它加重，因为我们水口它需要去，比如说左右两侧呢去一加，对吧？一对比，它才能把这个水流的这种轻盈透彻，是吧？是吧？洁白，是吧？给它衬托出来。但是它很多小伙伴形找出来了之后，但是中间他不敢去加重，好，大胆的往下去加一加。形你找准了，你把墨色就要画的相对平整。你看，甚至于这一个墨块只把左右两侧给它加重了，下面呢给它过渡下来就行，过渡下来就行。然后我们再来从左边从上往下，从上往下，是吧？它依然是在交叠，是吧？去找这些交叠的这种结构线，你只有找到了这个更丰富的这种交叠的结构线，你才能塑造的细节更多，对不对？塑造的细节更多。好，然后我们再来往左边走，用浓重的墨，我们在右侧的边角，来，小伙伴们，我们在右侧的边角哈，来上一些比较跳脱一点的这个胎点，跳跃的胎点，在这块它轮廓线不太明显，而且我们在边缘慢一点是吧？好，好的，我们等等我们的小伙伴啊，等等大家，等等大家。右侧的岩石让它清晰一些，对吧？左侧呢就会含混一点点。当然，这个勾完、皴擦完，你如果轮廓线比较明确，一会儿我们可以染一染嘛。还有一个就是我点作业的时候发现，大家这个有个突出的问题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擦的很多，它的笔触呢不敢画出特别清晰的、肯定的、明确的这种笔触，是不是有这样的小伙伴？好，这个呢要尽量注意一下，我们要把这个线条啊。要皴的呀，有一定的清晰度，那这样的岩石显得呢才更加的扎实，更加的沉稳，是吧？而且呢，显得我们这个用笔的这种丰富感呢，它才能体现得出来。含混是一种笔墨的状态，不可能完完全全融在一起。我们画的不是泼墨啊。安静的角落说是的，是吧？好，这是很多小伙伴共性普遍的问题点啊，在有的时候在塑造这种比较
偏现代的嘛，因为这个画家就是现代的20世纪著名的画家，而且呢是教育家，教育家。然后我们在这种边角、这种角落角落，我们呢给它这个点染，点染一下，那适当的釉色再加重吧，来衬托咱们的水流，衬托这个水流。好，那么再从上往下，对吧？顶部实一点，下边虚一些。好，上面的这种小细节，我们先不去给它加先不去给它加我们先把下面这个水流瀑布给它画出来，好吧？岩石我们也没有画的特别的充分没有画的特别的充分。怎么纠正？就是该跟着这个轮廓线，比如说去加的明显、肯定一点的线条，那你就要给它，比如说要清晰一些不能完完全全的就是靠擦出这种体块关系，是吧？那样的话就你即便你看我们在擦的时候，它里边也是点线，是吧？融合到里边有的丰富。来，我们开始画这个旁边这个瀑布了哈。首先把瀑布的这一侧就是转折的地方，是吧？我们呢给它加一点点重墨，这个很明显吧？这个很容易理解吧？对吧？因为它只有它加重了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衬托水流，是不是？衬托这个水流。即便中间我们在刻画的时候，即便在中间刻画的时候咱也是这样。为什么我由弄到淡一直掌控不来？你说的由浓到淡是咱们在一支笔蘸了墨之后由浓到淡吗？那你看一下我这儿它入笔的时候比较浓重，收笔呢比较轻，是不是？入笔的时候把笔呢就是行笔慢一点点，那个墨色就吃在纸里的它就多一些，是不是？它就会这个浓一点点。好，再往下面走的时候，速度稍微快一丢丢，然后力量呢提一提，把笔呢提起来一点，是吧？它就会慢慢的轻下来了嘛。这不就浓淡的变化吗？是不是？好，然后再往旁边给它交叠一层，是吧？好，交叠一层，然后交叠一层，丰富起来，丰富起来。这个叫什么村？因为这个岩石吗？其实它体现不出，它很难说是某一种村法。我们昨天在画的时候呢，给大家说到，它其实就是一种什么，把墨色之间的这种过渡和对比先体现出来，同时在用笔的时候呢，跟着颜色结构线或村或线条或点，是吧？甚至于有融合的成一层块面，去这个塑造咱们的画面就可以了。在这个缝隙上在这些岩石的水流里边，这个瀑布里边呢，我们要加一些稍微的淡一点的墨色是吧？你想让它淡，你速度就可以快一点，或者说你水分多调一些，调完了之后，我们呢再用试笔纸把它水分呢控制住就可以了。顶部呢比较浅淡，越往下面走，是吧？我们这个底部它一会儿要去皴擦一下，适当去皴擦一下好嘞，这块我们就说到这儿，从上再往下走。
这是我们的这块的水口啊，这块水口左边儿，左边儿我们给它画到这里。用的什么笔？用的是狼毫，目前用的是狼毫。我们可以推远一点点吧，推远一点可以看看整体的效果啊。这个画呢其实并不大，并不大。勾完了一会儿，适当的染一染，它的效果呢才会更加的明确，更加的明确啊！要有点耐心哦，一会儿啊我们才能更好的把它表现出来。这个其实你画一画都可以画得出来，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难的那种表达的方式，是比较符合我们很多我们说初学也好，或者说刚开始接触啊基础没那么扎实的小伙伴呢，都可以画得出来的这种案例啊。当然，你可能刚开始画不太熟悉呢，也是很正常的。山水画用狼毫，是的，从上往下。好了，我们继续啊，继续。你们会听到这种嘈杂的其他声音吗？不知道是哪个小孩一直在按车喇叭。听到了是吧？好，接下来咱们再往下边走，再往下边走的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去给它擦染一下，把这个水流的感觉呢给它体现出来，是吧？我们来点淡墨，来一点点淡墨哈，来一点点淡墨，把这个水流是吧，从上往下给它带出来。好，给它带出来，皴擦一下啊，用更淡一点的，把底部把底部好，给它把这个石块平整下来，平整下来，高矮的错落开，把右侧的这个岩石哈，给它厚重起来。留白这块岩石的留白是很少的，它要让它比较平整，才能更好的去符合我们的这个画面的效果，才更好的去衬托这种水流的平整。啊，从下往上。好，
中间这块石头也给它染出来。在这个水流的边角，就是右侧的边角的石块，是吧？底部的位置呢，你看我们都用淡墨给它染出来了。只有平整的墨块，它才能更好的去衬托这种水流的这种平整啊，水流的这种平整。这个画起来应该是比较容易体现理解的哈。来，我们稍微的给它推进推进一点。右侧你看，我们一染完之后，是吧？画面呢，它看起来就平整了，就不至于显得那么的琐碎，对不对？好，左边的岩石也是一样，我们把左边给它也染的相对或者擦的呢，相对可以平整一些，是吧？已经有大的这种效果了。好，然后被树叶遮挡的地方，我们就不用过多的去管，用枯色淡墨的方式，可以把水流呢适当的细分，是吧？适当的细分，但是中间间隔的这些石块或者主要用来衬托这个水流的地方啊，一定要尽量平整一些，啊。这瀑布的感觉大概就已经有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稍微的再用一点重墨哈，把底部这个水流是吧？我们说行到水穷处啊，坐看云起时。到这个底部，我们呢可以用一点点淡墨，把它这个更淡一点的墨吧。把这个底部给它这个染出来。包括在这个叶片的下方，我们刚刚画过的是吧？叶片的下方，现在都用淡墨，是不是给它统筹起来了？这样的墨块之间的这个效果更加统一，是吧？更加统一。然后我们再来从上往下走的时候从上往下走，我们可以把这个局部的墨块是吧？适当的你可以再去加重，尤其是这个转折这里，为什么它这块要加重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它左右都要用来映衬对比后面的这些景色，对不对？或者说叶片，或者水流。来，再一个呢，我们从上往下走把这个它的边角，我们说有一些不经意的这种别点。在这个左侧的浅滩旁边是吧？它像杂树也好，你可以点一点点。好，然后在这个画面的上方，我们把近景画完，再去画远景它有很多的树，最上方的那块我们先不加，先画这一侧这一侧上方是最多的。用比较浓重的墨，我们说了，这个画面当中最浓的也无非就是这2块树，是吧？从下往上，我们把这个树枝是吧，就给它画到这里。画到这里之后，它的下方是吧，由实到虚，再来给它叠加一点。
出去一阵就画了这么多了啊。好，我们平常在直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法一一的等大家。当然以后我们呢，自己选择了回放之后，哪里不会点哪里。好，你想画哪儿是吧？其他时间呢都不会被其他事物呢所影响。这是我们右侧加了这么一棵，这个树，1到2棵吧，树丛。然后我们再来岩石的边角适当的点上一些苔点为了让这个墨点呢饱满厚重一点。你看我这个行笔很慢，是吧？就为了让这个墨色更深浓厚一些。笔里的水墨它不是特别的多的话，我们行笔的速度一定要慢，甚至于力度都要大一点点，往下压往下压。好，欢迎各位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左上的头像加关注哦，也可以准备好工具材料和我们一起来画。以后我们每一次直播呢都会给你提醒，如果你点亮了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的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可以获取我们高精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提前1天给你呢通知，好吧？来，我们呢可以用一种比较偏介字点的方式给它点在咱们的这树丛上方浓密一点点浓重一点点，是吧？浓重一点，然后左边也是一样。周末2个半天可以画幅很大的是吧？好，以后我们可以尝试呢试一试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树枝上方呢给它稍微的丰富一下。上方这个树叶我们画的非常的浓重茂密，然后下方在画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来点淡墨，墨色淡一点点。昨天晚上看我教的范宽的画好，那是历代的临摹。以后我呢做给大家赠送的，就是听回放课赠送的小伙伴，我们会给大家也可能会临摹到那张作品，就看大家的喜欢了喜欢可以尝试着画一画，因为那张画呢非常的经典，我们会带我们很多小伙伴画如果你愿意画呢，可以尝试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案例宋、元、明清的绘画都有。好，这一簇的树叶，大家记住在点这个树叶的时候，我们经常讲它这个姿态，也就是外在的造型嘛。有的小伙伴在点边缘的时候呢，用的笔非常的松散，就是虽然我们说要参差错落，不代表说边缘所有的点都要散得特别的开它要适当的有一些这个密集的地方，是吧？边缘也要适当的密集，只不过边缘整个点的它叶片也要偏少一点嘛。这是我们带大家画的这一块的树丛大家画出来了吗？这块如果画出来的敲个数字1我们呢边画边在等呢好，后面呢我们如果一会儿画的时间如果结束比较快呢，我们还可以带大家画一个挂历感受一下，如果你的挂历已经收到的话好，然后再来在这个岩石上方我们可以适当的高矮错落一些这个笔点，就是加上一些小的这个树枝然后左边我们呢再来推进一点
从左往右，张扬着这种树枝，深发一点，类似于像这棵树一样的感觉，像一棵树的感觉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个上方啊，我们用浓重的墨色去画的这种树枝，对吧？然后我们再用这种淡墨去给它点，淡墨去给它点，从上往下加上一些，是吧？高矮、长短不经意的笔点。用淡墨，我们来把叶片给它点出来，是吧？淡墨的方式，然后我们从上往下来一些这个叶片，是吧？淡墨把这个树叶茂密的点出来，是吧？我们前面石块它是一种偏块面的，那叶片呢，它就要稍微的松散一点点。我们用的这种点法呢，叫芥子点啊，叫芥子点。然后你也可以直接用我们所谓的胡椒点的方式啊，对不对？去处理这个画面都是可以的。然后从上往下，好，在这个石头上方是吧？松散的点，笔触啊，点与点之间，大家记住了哈，它要适当的这个交点哈，不要留的白点太多，留的这种稀疏的白点太多了，画面就显得碎啊。越是这种茂密的笔点呢，越要注意到整体的这种关系，越需要注意到整体的关系。每天上午呢9点半。好，然后我们在这个水口左侧远处的这个水口了哈，要给它稍微的把这个造型呢细节是吧，给它带出来。好，给它稍微的带出来。这个水口里边，我们呢稍微的加一点就行了，不需要画的特别多，因为它毕竟不作为特别突出的去刻画嘛，因为下面已经有了，后面还要去刻画，对吧？这水流已经非常多了。把这个造型大概衬托到这里，擦一擦。最后我们一会儿可以适当的用淡墨去染一染，然后淡点的墨色把我们的这个叶片点出来。好，再从它上方是吧，茂密起来。这么一看，是不是完整度就更高了？完整度就更高了。在这个点的根部这一块同样是需要用淡墨，我们统筹啊染一染，把这种稀疏的白点给它概括下去的，要统筹到这个淡墨当中去。好，小伙伴们，大家上午好。如果工具材料方便，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画一画哟。然后在这一侧是吧，有浓有淡的
点上一些重墨的苔点。好嘞，各位小伙伴，这块画的如何了？好，有些水口的线条，我们可以往上稍微来点加一加。这块跟上了是吧？跟上了，敲个666，鼓励一下自己啊！没有跟上，敲个数字5。有很多小伙伴可能是什么眼睛跟上是吧？手腕还没有跟上。天冷了，大家呢可以搓搓自己的手啊，搓搓自己的手。保暖很重要，当然也活络一下筋骨。你也可以尝试的点一点屏幕，点点赞啊，点点赞都是可以的。啊，没跟上的还是不少啊，但是跟上的还是大部分的啊。行嘞，行嘞。好，没有跟上的不用着急哈，可以慢慢来啊。以后如果你选择了回放，在回放里边呢，还可以慢慢的看。基础的技法教程，我们刚给大家说到，我们周二呢就开始陆续给大家更新了。啊，今天大家如果参与呢，还可以直接跟着我们的这个进程呢直接走。后面呢，如果错过了哈，那你就要耽误很多事儿了。好，点上一些浓重的苔点，在这种水口两侧或者岩石的这种边角，适当的跳跃的点上一点。在室内要穿秋裤的。好，注意保暖。好，然后咱呢再往这一侧走，再往右侧走，在这个边角的地方哈，拾起虚收的，是吧？去勾勒一点点小树枝在这个底部。出枝嘛，它稍微的在这种云雾升腾里边呢，我们有一些小的树，我们给它带出来。这小树上方是吧？不经意的点上一些点就可以啊，稀疏一点点。然后在这个下方也是稍微的点上一些点。然后下面在画的时候，我们呢可以就用一些淡墨组成一排的芥子点的方式，是吧？啊，从上往下。把部分的地方啊给它统筹，是吧？啊，高矮的错落，先画成两排的感觉。好了，这是我们画的这一侧的这个水流哈。你同样可以用点淡墨，甚至于给它把底部是吧染上一染，染上一染。染上一染就行了。然后我们再往右侧走啊，再往右侧走。如果你还要刻画这些岩石，你也等它之前皴擦染的干了之后再进行。后边画起来我们就会比较快了哈，因为后面没有特别多的内容。啊，后边没有特别内容，我们先把下方给它画出来。